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新科探花谢景和才德兼备，人品端方，特赐婚昭阳公主赵灵溪，择日完婚。钦此。恭喜陛下，恭喜谢探花，天作之合。臣叩谢陛下隆恩。翠微，你看这批书稿编得如何？公主，这些都是女子写的诗，倒是有几分意思。何止是有意思，我打算开一个书铺，专门教女子读书，印女子写的书。京城里那些闺秀，天天学刺绣、学规矩，有几个真正读过书的？可是公主，这会不会太招摇了？自古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本意是说女子有才却不刻意显露才是德行，而不是不让女子读书，把女子变蠢。连书都不读，哪来的才？又谈什么德？殿下，陛下刚刚下旨，点了新科探花郎做您的驸马。探花郎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快快请进。女子怎么配来书房？真是玷污了此地。那个伪君子，他也配？更衣，我要去太极殿。公主，您要去做什么？拒婚。公主，陛下正在议事，你不能。父皇，儿臣不嫁。拒婚啊！哟，谢探花，还没当上驸马就先被退婚了，这脸丢的有点大啊！朝阳公主金贵美貌，自然看不上这个泥腿子。寒门就是寒门，飞上枝头也变不了凤凰。放肆！你贵为公主，当众失仪，成何体统？还不快快下去！父皇，这是儿臣的终身大事，无论日后史书如何诋毁，儿臣今日也都要争一争。堂堂公主，姻缘自是背负皇家使命，更当为天下女子表率。况且谢探花才貌双全，哪里配不上你？陛下息怒，公主金枝玉叶，看不上臣也是人之常事。若公主不愿，臣愿退婚，绝无半句怨言。只求陛下莫要因此责罚公主。探花郎谦谦君子，朕心明白。朝阳，今日之过，你自去太后那儿领罚。回朝。父皇，他就是伪君子。过来人，送公主回宫，禁足3月，无旨不得外出。赵灵溪，不过是好命，竟敢当众拒婚，让我颜面扫地。还有那几个世家子，仗着出身就敢羞辱我。日后当了驸马，有你们好看。对，苏婉清，既然我要娶公主，那这个未婚妻，公主，您多少吃一口吧。陛下正在气头上，过几日消了气，您去认个错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认什么错？认拒婚的错啊。公主，奴婢说句不该说的，陛下也是疼您，才会给您指这样一桩好婚事。听说探花郎一表人才，不少大臣都想把女儿嫁给他呢。再说了，您就算不喜欢，也不该去朝堂上闹，让陛下下不来台，吃亏的还是您啊。就算他样样都好，可他不是我自己选，我就不想嫁。父皇疼我，才把我指给谢景和。可我要是不受宠呢，是不是就要被嫁给什么张三李爱，甚至发配去和亲？我愿不愿意，根本不重要。在他们的眼里，我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珍贵的物件，一份奖赏。公主，翠微，你说女子嫁人都是父母之命，可我想知道，女子的命运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做主？你去吩咐萧云，去青州把谢景和的底细查清楚。是，公主，奴婢这就去。温润如玉的君子，我倒要看看这玉里头包的是什么白雪。喜报喜报！谢景和高中新科探花，金榜题名，御笔钦点。苏先生，恭喜恭喜！您可是教出了一个探花呀！婉清真是有福气，要去当探花夫人了。到时候可别忘了请街坊们喝杯喜酒。他说过，等他高中就回来娶我。3年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苏先生，学生来还书。
景和哥，这是我平时攒，拿着。婉清，这些年多谢你和苏先生的照顾。有人在家吗？我奉谢探花之命前来探望苏先生。景和哥终于派人回来了，他是让你来接我上京的吗？苏姑娘，我家公子特命我送来这张银票，感谢您一家这些年来的照顾。圣上看重公子，特意赐下婚事，命公子迎娶朝阳公主。从前公子跟您说过的那些话，您就当是儿时戏言，都忘了吧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他上个月还来信说要来接我。苏姑娘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以我家公子如今的身份，你一介民女，连做妾都不能。我不信！我要见他，我要当面问他。如果他亲口说不要我了，我绝不纠缠。也罢，那苏姑娘收拾收拾，跟我进京吧。还没睡啊？娘，您怎么还没歇着？睡不着，过来看看你。婉清，你真的想好了要去京城？想好了。婉清，娘不是要拦你，只是京城那么远，万一谢景和欺负你，就算他没变心，皇上都要他娶公主了，你去了又能怎样？难道我们百姓人家还能跟皇家抗衡吗？他走到那一步，回不了头了。要不咱们就算了吧。我等他3年了，娘，这些年家里为了供他科考，节衣缩食，他一句让我忘了就算了，不管是为他付出的情感还是财帛，我都不想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算了。好，你想去就去吧，不管结果怎样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阿福，怎么了？放开我！谢景和知道了不会放过你的。苏姑娘，是公子让我杀了你，永绝后患。谢景和要你杀我？苏姑娘，你要怪就怪你自己不识趣。公子给了你体面，你却不肯要，我只能让你彻底闭嘴了。我以为他是被逼无奈，我以为他心里终究有我。婉清，等我高中就来娶你。我等了你3年，这整整10年的情谊，竟是不如喂条狗。呸！灰头土脸的村姑，还想嫁探花郎，白日做梦。谢景和，我怎么会爱上你这种人？还有气，你也是来杀我的？公主，人就在里面。公主，是那个要嫁给谢景和的公主。你是公主？你想做什么？你抢了我的未婚夫，还要赶尽杀绝？是，您身份尊贵，世间王孙公子任您挑选，哪怕是看上了别人的未婚夫，也自有皇上赐婚为您撑腰。当初他一贫如洗，是我娘给他吃穿，我爹教他读书，我日夜刺绣为他换盘缠，才换来他金榜题名。但现在，凭什么？我也是清清白白好人家的女儿，你们凭什么要如此步步紧逼，赶尽杀绝？要杀就杀！你们都是一丘之貉，仗着权势便不把人当人看，你们都会遭报应的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轮到我说了。第一，我没有要抢你的未婚夫，我也不想嫁给他。什么？第二，我也不想杀你，相反，是我救了你。第三，谢景和那个伪君子，
配不上你。我把你带进宫，是为了救你，也为了救我自己。我想让你帮我退婚。退婚？你不想嫁他？可皇上已经下了圣旨，所以我需要你帮我揭穿谢景和的真面目，同时也是帮你自己讨回公道。谢景和忘恩负义，还要杀你，这件事要是泄露出去，他自然罪无可恕。可他是风头正盛的探花郎驸马，你只是一介民女，就算把这件事告诉皇上，告诉太后，他们也不会替你主持公道，反而为了维护皇家颜面，杀你灭口。所以，只有我能帮你，也只有你能帮我，我们各取所需。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，我凭什么信你？说不定他派人杀我这件事也是你指使的。你看不上他，就找我来当刀子退婚。至于我，用完就扔，是死是活谁在乎？你不信，我不强求。你先把伤养好，我会向你证明的。只有我才是你的同盟。父皇竟然让谢景和入宫陪我赏花，培养感情，他当真看中这门婚事。既然如此，我更不能心急，必须静待时机，一举揭穿谢景。公主真是天生丽质，等下探花郎见了您，怕是要看呆了。谢景和，你不是喜欢演戏吗？我就陪你演。微臣谢景和，见过殿下。公主肯来，臣受宠若惊。父皇让我来的，不来又要进组。这大名鼎鼎的朝阳公主，除了容貌远胜过别的闺秀，也就是个小姑娘嘛。我知道公主因为赐婚的事心里有气，是臣配不上公主。只要公主能说动皇上退婚，臣绝不反对。你识趣就好。臣出身寒微，能有今日，全凭陛下赏识。公主是金枝玉叶，看不上臣也是常理。但臣想求一个机会，向公主展示臣的诚意。哦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有什么值得我下嫁的？皇上告诉臣，公主您喜欢读书，还想开一间书坊，教更多的女子读书。他说您任性妄为，臣却认为这是有益民生的大好事。臣出身寒门，比任何人都知道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公主有如此志向，令臣敬佩。你真的这么想？臣字字真心。若是有幸能得公主垂爱，臣愿意倾尽全力帮公主做成这件事。臣在殿上第一次见到公主时，就在想，臣这辈子从没见过您这样热烈如火的女子。那一日，臣对公主一见钟情。过几日就是太后娘娘的寿宴，你要是能在那日让太后娘娘满意，我就考虑考虑，给你一个机会。他这是暗示我，只要我让太后点头，就能娶她。臣一定不让公主失望。过来吧，你都听见了。他竟然说对你一见钟情，他当年说让我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也是一样的眼神，一样的语气。男人，我信你了，我们一起让这个畜生付出代价。我要你在太后寿宴那天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认谢景和，你的仪态、步伐、说话的语气都要练。做得好。公主，这是属下从青州带回来的。这几封信是谢景和进京后寄给苏姑娘的。晚清见字如面，京城很大也很冷，我住在城南的破庙里，四面漏风，夜里常常冻得睡不着。但我一想起你，心里就暖和了。晚清，银子快用完了，你能不能想办法再凑点儿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高中，一定会来娶你。等我做了官，就让你过上好日子，再也不让你吃苦。晚秋，别绣了，都什么时辰了，你的眼睛还要不要了？快了，快了，娘，您先睡。这副绣品明天就要交货，人家等着要的，银子给的多。一面说想我，一面跟我要银子，我的眼睛就是那时候熬坏。属下找到阿福时，他正在被谢景和的人追杀。阿福怕了，
他说只要公主保他一命，他什么都愿意照顾。如今阿福被关在您的别院中，这是他亲手写的供词。这些东西再加上你这个人证，够了。等到太后寿宴那天，就是谢景和的死期。谢探花，不，应该叫谢驸马。来，下官敬你一杯。哪里，还没成亲呢，这称呼可不敢当。早晚的事儿，朝阳公主都松口了，陛下又那么看重你，这驸马之位板上钉钉。可不是嘛！满京城谁不知道谢探花是陛下钦点的东床快婿，日后飞黄腾达，可别忘了提携我们几个。说实话，公主金枝玉叶，我不过是个寒门书生，有时候想想，还真有点配不上。您可别这么说，您是新科探花，才高八斗，满京城的闺秀都盼着嫁给您。听说公主之前闹拒婚，还是没见过你的风采，这不，御花园赏了一次花，就回心转意了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哎，我当了驸马，看谁还敢小瞧我谢景和。今日太后娘娘寿诞，请诸位王公大臣一一为太后娘娘祝寿。这么晚了，朝阳怎么还没来？朝阳公主到。儿臣给父皇请安，给皇祖母请安。灵犀，过来，到哀家身边来。往日朝阳身边跟着的，不都是他那个大宫女翠微？今天怎么换了个人？这宫女倒是有几分眼熟。我真是喝多了。皇祖母，儿臣今日特意带了一个人来为您祝寿。那就让哀家和皇上看看，灵犀今日为哀家准备了什么新鲜东西。苏婉清，她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无法，当时我和她的婚事也有口头约定，只要我咬死的承认，她也不能拿我怎么样。你是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民女苏婉清，青州人士，叩见皇上，叩见太后娘娘。青州民女，谢探花也出身青州，你和她是什么关系？回太后娘娘，民女是谢景和亲的位子。这探花郎竟早有婚约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一个女子跑到朝堂上抛头露面，实在不像话。这般能闹腾，探花郎想退婚也是天经地义。寒门就是寒门，攀上高枝也改不了泥腿子的底子，处处闹笑话。此来，一是为太后娘娘祝寿，二是求皇上和太后娘娘为民女做主。民女要状告探花郎谢景和忘恩负义，为娶公主杀妻。口说无凭，你有什么证据？皇上请看，这是谢景和与民女来往的书信。民女自幼和谢景和青梅竹马，谢景和父母双死，无依无靠，是民女的父亲给她吃穿，教她读书。可她一朝高中探花，就派人退婚，还要杀我灭口。谢景和，此女所言是实情。陛下，臣与苏姑娘确实自幼相识，但婚约之事不过是苏家长辈一厢情愿，臣为了报恩才应下，心里对苏姑娘只有兄妹之情。臣高中之后便已经派人回青州退婚，了结旧义。至于陛下赐婚，那是退婚之后的事。臣的家仆回来时说，苏姑娘高高兴兴收她，却不知为何苏姑娘会忽然出现在这里，还找上了公主。好一个颠倒黑白！你明明是先接了赐婚圣旨，才派阿福来退婚的。阿福亲口说的，你要娶公主了，让我识相点，我不肯退婚，他就要杀我。婉清，你我10几年的情谊，就算记恨我退婚，也不该编出这种话来害我。谢景和读圣贤书，知恩图报，怎么会做那种事？那这封信，这是你高中后写给我的，信里你还说让我再等等，等你在京城站稳脚跟就来接我。那时候赐婚的旨已经下了吧？婉清，那封信是我糊涂了，当时公主我心灰意冷，才写了那封信。但后来我想通了，不能耽误你。我承认我做的不妥，但我绝没有派人杀你。你没有？那我身上的伤，难道是我自己砍的？既然谢探夫肯承认，那就把那人家仆叫过来审问吧。公主有所不知，阿福前些天已经向我请辞，回老家了。现在想来，应该是心虚，畏罪潜逃。等臣捉弄到他，立刻送他去大理寺审问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抓到了阿福，只是不知为何他正在被一群黑衣人追杀，还向我求救，说是你要杀他灭口。父皇，这是阿福的口供，他亲口承认谢景和曾和苏婉清两厢情愿，却为了娶儿臣，命他回青州退婚，杀苏婉清灭口。
谢景和，你又要如何解释？陛下，臣不知阿福为什么要叛污臣，臣实在是冤枉。婉清，对不起，既然你铁了心要置我于死地，有些事没能做。这枚玉佩，你可认得？这不是我家祖传的那枚玉佩吗？可它早就被我当掉了，为什么会在你手里？和今天的事又有什么关系？陛下，关于阿福一事，臣已无法自证清白，但苏婉清绝非良善之辈，她在臣进京赶考时就已经别人有人。臣一直念在旧情上没有追究，却没想到她反倒对臣倒打一耙。哦，这倒是有意思。原来是这女子不检点在先。知道这些抛头露面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谢景和，你倒是说说，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？没想到谢景和竟然如此卑鄙。不管是真是假，这些话要是传出去，流言蜚语就够杀死婉清了。你放心，我是从鬼门关爬回来的人，绝不会轻易不要这条命。谢探花，你可还有其他证据？女子名节不是小事，朕不能只凭一块玉佩就定了苏婉潇的罪。自然是有的，这枚玉佩是臣在端王世子时。端王世子风流多情，京城人尽皆知。苏婉清能攀发上这样的贵人，心思手段真是不可虚假。臣这才知道，苏婉清一边来信对我嘘寒问暖，一边早就攀上了高枝，那是臣这辈子最难堪的时刻。若非今日苏婉清与公主步步紧逼，臣宁愿永远不会想起此事。陛下可以传端王世子上殿对质，臣所言句句属实。传端王世子。边关战败，你先下去歇息吧。是，儿臣告退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谢景和的案子估计要搁置一段时间了，就容他再蹦跶几日。大人，宫里的消息，北狄大军压境，边关吃醋不及防吃了败仗，陛下正焦头烂额呢，怕是一时顾不上您这边了。败仗，消息可靠吗？千真万确，这消息是丞相大人亲口说的，做不得假。若是朝廷打算议和，和亲可是最快的法子。去放消息出去，就说北狄要求和亲，指明要朝阳公主，传得越广越好。茶馆、酒楼、街头巷尾都要让人知道。大人，这皇上那么宠爱朝阳公主，怎么会让皇上怎么想都重要，假的也就成了真的。若是民间朝堂都求赵灵溪和亲，皇上还能硬抗不成吗？是，小人这就去办。记得做得干净点，别让人查到咱们头上。是。赵灵溪，要么乖乖嫁我，要么去北局，我看你怎么选。听说了吗？北狄王说了，只要朝阳公主和亲，他就立刻退兵。真的假的？皇上能舍得？再说了，公主不是要嫁探花吗？公主金尊玉贵，去和亲也是可怜，塞外苦寒啊，老百姓就不苦。真打起仗来，咱们的日子就难过了。就是，她享受了荣华富贵，就该为国出力。天家女儿不都是这样？众卿，北狄大举南侵，雁门关危在旦夕，朕召你们来是要商议对策。兵部，前线可有新消息？陛下，自收到那封800里加急后，臣接连派出3拨侍卫前雁门关方向打探，但至今尚无一人回报。雁门关守军呢？难道连个传信的人都派不出来？臣无能，臣怀疑雁门关已经被北狄围困，消息根本送不出来。前线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这仗怎么打？户部，军粮辎重准备的如何了？陛下，国库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去年南方水患，赈灾花了300万两。前年北边旱灾，又免了半年的税，如今账面上能动用的银子不足100万两。若要开战，恐怕只够2个月的军需。2个月？从京城调兵到雁门关，路上就要走1个月。你告诉朕，2个月能做什么？陛下，臣无能。可国库空虚是实情，臣实在变不出银子来。陛下，老臣斗胆直言，如今敌情不明，国库空虚，仓促调兵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老臣听闻北狄这次举倾国之兵而来，号称20万铁骑，我军连战惨败，士气低落，不如暂且议和，以图后计。议和？正是，陛下，
听说北狄王早就放话要娶昭阳公主，为今之计，不如遣昭阳公主和亲，以息战事。是啊，陛下，请陛下为国家社稷计，以天下苍生为念，命昭阳公主和亲。荒谬！朕还没到要靠女儿去换太平的地步，朕有100万雄兵，何须用一个女子来换取苟安？陛下，议和并非示弱，而是权宜之计。若能以公主和亲换几年太平，朝廷便可整顿边备，充实国库，待时机成熟，再与北狄决战也不迟。议和之事绝无可能，谁再提，朕就砍了谁的脑袋！退朝。灵犀，你跪了快1个时辰了。哀家不是非要罚你，是让你好好想想，这些天你做的事到底对不对？皇祖母，孙女想得很清楚了，孙女没有错。没有错？你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把一个民女带上寿宴，闹得皇家颜面尽失，这都叫没有错？皇祖母，苏婉欣险些被人灭口，孙儿不能见死不救。皇上驾到！灵犀，你也在。皇帝来了，哀家正说灵犀呢。这丫头脾气倔得像个牛，怎么说都不听。你们父女俩也别怄气了，皇上还是疼你的。灵犀，你服个软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你父皇这几天为了边关的事儿，头发都白了不少，你就别让他再操心了。皇祖母，儿臣没有错，指婚这事，儿臣不可能低头，儿臣宁可当尼姑，也不会嫁给谢景和。你就不怕朕真把你送去和亲？外面可都在传了，北狄王指明要你。父皇若真送儿臣去和亲，儿臣也不怕。和亲也算是为国出力了，总比困在后宅碌碌无为强。至少史书上还会写一笔昭阳公主为国远嫁。胡闹！塞外苦寒之地，那些胡人如毛饮血，你一个娇生惯养的公主怎么受得了？再说了，皇上疼你都来不及，怎么会真送你去和亲？不过父皇，儿臣有一事想不明白，边关驻守的是陈老将军，就算当真战败，怎么会只发一封没头没尾的急报？而且朝廷这边还一头骨水呢，怎么满大街都在传北狄要求和亲？这消息是从哪里传出来的？你是说有人在故意散布谣言？而且这个人明显是在针对儿臣。来人！陛下，去查是谁在散播谣言，无论牵扯到谁，都给朕揪出来。朕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搞鬼。遵旨。灵犀，你先回去，这件事朕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儿臣谢父皇，儿臣告退。公主，婉清，我已经派人去青州找当年你当玉佩的那家当铺老板，等他来到京城为你作证，你就能出来了。公主，我不怕坐牢，我只求您一件事，帮我保护我的爹娘，别让他们知道我的事，免得他们担心。你放心，他们什么都不会知道。多谢公主。您不知道，我是家中独女，爹娘从小就想给我找个依靠，才会对谢景和掏心掏肺，盼着以后他们不在了，谢景和会好好照顾我。可如今我才明白，男人是最靠不住的。婉清，你出去之后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？我来帮你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不用再靠任何一个男人。公主，谢谢您，我这条命是您救的，我以后……别说那些，我们是互相帮助。昭灵溪现在走投无路了，要么去北狄，要么嫁我，她没得选。皇上现在为边关战事焦头烂额，只要我再找关系运作，科举舞弊那点事儿也能糊弄过去。大人高明，再去散布消息，就说陛下已经动摇，公主和亲势在必行。昭灵溪，你再看不起我，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陛下，北狄势大，边关消息不明，若再犹豫不决，恐重蹈前朝覆辙。臣等恳请陛下以社稷为重，遣公主和亲，以息战事。请陛下早做决断。偌大一个朝堂，竟然没几个人助战吗？朕说过，绝不会和亲低头。你们是把朕的话当耳旁风。陛下，臣等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。若能用老臣的命换10年太平，老臣也心甘情愿。陛下，谢景和在宫门外求见，说他有办法解陛下之忧。宣，朕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招。陛下，
臣听闻朝中有人提议让公主和亲，臣心中万分痛惜。公主金枝玉叶，怎能远嫁胡地？臣恳请陛下收回和亲之意，臣愿意娶公主，为陛下分忧。谢探花真是痴心，公主不嫁他，实在是不知好歹。陛下，谢探花与公主本是天作之合，公主若不愿和亲，嫁给谢探花也是两全其美啊！我宁可去和亲，也绝不嫁他。若朝廷需要，我赵灵溪愿意和亲，护百姓安宁，但我绝不会嫁给一个伪君子。公主，臣对您一片真心，您为何如此看不上臣？臣到底哪里不好？别跟我说什么真心，你不配提这两个字。谢景和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臣何罪之有？朕已查明，京中和亲谣言就是你散播的。你的家仆阿禄已经招供，白纸黑字，你还想抵赖？阿禄这个废物，竟敢背叛我！陛下，臣冤枉，这是诬陷，一定是有人收买了阿禄，故意陷害臣。朕如今才发现，你嘴里没有一句实话，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，陷害，那朕就让你心服口服。陛下，臣10年寒窗，好不容易金榜题名，若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废，臣死不瞑目。臣对天发誓，绝未做过此事。谢景和，你到现在还在演戏，父皇已经查到了证据，你还要狡辩？你要证据？好，朕给你看。传阿禄。公子听到边关的消息就很高兴，命奴才去散布谣言，说北狄指明要公主殿下和亲。奴才很害怕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了茶馆的说书人，给了他2两银子，让他这么跟百姓们说。都是公子让我这么干的，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父皇，儿臣还有一事要奏。儿臣已找到青州当铺老板，此人承认苏婉清当年为供谢景和读书，当掉了祖传玉佩。儿臣恳请父皇准许带当铺老板和苏婉清上殿当面对质。准。民女苏婉清叩见陛下。草民陈德喜叩见陛下。平身。陈老板，你把当年苏婉清当玉佩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再说一遍。是，陛下，这是小民店铺的底账和写给苏姑娘的当票。苏家是青州有名的人家，苏姑娘来当玉佩给谢探方攒盘缠，草民记得清清楚楚。当年草民还跟妻子感慨，苏姑娘对谢探华真是痴心一片。谁曾想谢探头一高中就当了陈世美。除了这些，朕还有一件事，传锦衣卫。陛下，这是谢景和与科举主考官往来的密信，信中详细记录了贿赂的银两数额，人证物证俱全。好一个清清白白的探花郎！谢景和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臣罪。传朕旨意，谢景和革去功名，押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婉清，没事了，都结束了。等一下，赵灵溪，我有话问你。赵灵溪，你凭什么从一开始就看不起我？我哪里不如那些世家子弟？我不就是出身低吗？你们这些天团贵贵，凭什么拿鼻孔看人？你倒是说话呀！我谢景和10年寒窗，考中探花，哪一点配不上你？你不过就是仗着有个好出身罢了。你问我凭什么？谢景和，你可还记得我们初次见面？既然你想不起来，我就替你说了吧。那日在书房，你被人簇拥着进来，与我擦肩而过。你还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吗？那天那个女子，竟然是你！那天你对身边的人说，女子怎么配来书房，玷污此地？你说我看不起你的出身，可你呢？你又何曾看得起世间任何一个女子？我那时候就知道，你人前温润如玉，人后狂妄自大，野心勃勃，又怎么会真心待我？你想要的从来不是我，是我身后的权势。原来如此，第一次见面你就给我定了罪，我谢景和输得不冤。陛下，虽然谢景和散布谣言是其罪当诛，但国库空虚，无力作战，这也是事实。以和亲换取10年安宁，休养生息，确实是良策。好一个良策！遇事只会牺牲女子，这就是诸位大人的骨气。陈会谈参见陛下。臣父陈伯庸命臣回京报信，边关战况如何？
还请陛下恕臣等欺君之罪。之前送来的战败急报是为防奸细故意放出的假消息。这么说来，你们没吃败仗？是，皇上，臣父佯装不敌，诱敌深入，如今北敌主力已经被围困，撑不了多久了。好，说得好，真是虎父无犬子。朕有陈老将军和你这样的忠臣，何愁边关不宁？多谢皇上夸奖。不过臣进京时，满街都在传北狄要和亲要公主，臣还以为是哪里来的笑话，没想到诸位大人真的在朝堂上逼陛下送公主去和亲。边关将士浴血奋战，你们却在后方编造谣言，让柔弱女子替你们牺牲，真是软弱不堪。陛下，臣宁可战死沙场，也不愿用公主换太平。自有男儿保家卫国，何须牺牲无辜女子？好，说得好，真是虎父无犬子。朕有陈老将军和你这样的忠臣，何愁边关不宁？陈小将军，还请留步。公主，今日在朝堂上，多谢你仗义正言。公主不必谢，臣只是说了实话。那些遇事只会躲在别人身后的懦夫，臣最看不起。你倒是不怕得罪人，日后若有机会，我再好好谢你。臣告退。这位陈将军倒是个好男儿，仅凭一面还不能下结论。况且我现在只想做出一番事业，不急着嫁人。对了，婉清，如今谢景和已经伏法，你之后想做什么？是回青州，还是留在京城？青州，我怕是回不去了。等谢景和的事情传开，我定然会遭受无数议论。我打算留在京城，把爹娘也接过来。公主，我想请您帮我开一家绣坊。我没读过多少书，也不擅长算账，只有刺绣是从小就擅长的。以前为了供谢景和读书，我做绣活卖钱，有不少贵人都喜欢呢。公主，开绣铺的钱就算作是我借您的，等我赚了钱，立刻就还你。好，我帮你。你开绣铺，我开书铺，咱们一起做出一番事业来。陛下，北狄此次袭边是因为内乱，如今他们久攻不下，粮草耗尽，正是我军出击的大好时机。等到开春，我军出击，定能一举平定北患。国库空虚，恐怕支撑不起。此时不战更待何时？陛下机会难得啊！唉，也罢，你去写份折子来，说服朝臣。臣谢陛下隆恩。陛下，朝阳公主求见。宣。陈将军也在。公主，你们倒是有缘。灵犀，你有何事？父皇，儿臣想开一间女子书坊，教女子读书识字，还想开一间绣坊，让女子有一技之长，求父皇恩准。你一个公主抛头露面，像什么话？父皇，苏婉莹的事你也看到了，如果她能靠自己活下去，她的父母何至于去教养谢景和，反而被人欺负？天下还有多少女子和她一样？儿臣是公主，有这个条件，为什么不能帮帮他们？陛下，臣在边关时看到很多女子因为丈夫战死，无依无靠。如果公主能开绣坊、书坊，让他们有门手艺活下去，那是天大的功德。臣愿意出银子支持。你们俩什么时候成了一伙的？罢了，朕准了。横竖谢景和的事儿刚过去，你的婚事暂且不急，但是不要太过张扬。儿臣多谢父皇。陈将军，谢谢你又替我说话。臣只是说了句公道话，公主做的事是积德的好事，臣当然要帮。不过公主殿下的性格，当真是令臣意想不到。啊？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？臣听说朝臣逼您和亲时，还以为会看到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姑娘，没想到公主殿下原来是巾帼英雄。我算什么英雄？不过是仗着父皇疼我，胡作非为罢了。公主敢想敢做，就已经胜过别人许多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不然啊，我都要被你的花言巧语哄得找不着北了。那臣就告退了。陈将军慢走。朝阳书房今日开张，欢迎各位来看书买书，女子读书一律半价。朝阳绣坊今日开张，绣品一律8折，招收女学徒，免费教学，管吃管住。苏姑娘，
刚才我听说你这绣坊免费收学徒，我女儿今年14了，能来吗？当然能，你让她下午来，不收学费，头3个月只管吃住，等出了师能独立绣活了，绣坊还可以帮着她接活。谢谢，谢谢苏姑娘。公主，书房这边也卖出第1本书了，是为姑娘买的诗集。好，记下来，回头看看哪些书卖得好，咱们多印。苏姑娘，我们来捧场了，劳烦您给我手下这些人每人做2件衣裳，银子先付。陈将军，你们这是要把我的绣房搬空啊？搬空了才好，证明苏姑娘生意兴隆。我那些兄弟一个个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，正好趁今天做几件。公主，您做的事比那些只会说空话的大臣强多了。他们天天在朝堂上争来争去，什么实事都不干。陈将军过奖了，我这不过是开2间铺子，跟你们边关将士浴血奋战比起来，算不得什么。不一样，将士守的是国土，公主开的是民治，都重要。你倒是会说话。臣说的是实话。臣在边关时见过太多军属女子，丈夫战死，她们无依无靠，有些被亲戚吞了抚恤金，有些被卖到青楼。如果他们有门手艺，能自己养活自己，就不会落到那种地步。所以臣觉得，公主做的事比朝堂上那些争权夺利的大臣有意义多了。谢谢你，陈将军，也谢谢你今天来捧场。公主不必谢，臣就是想来。公主，您知道吗？今天是谢景和被斩首的日子。我知道。您不去看看？看他做什么？这个人的死活与我何干？公主，陈将军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说今天是谢景和行刑的日子。哦，是吗？那挺好的。公主，陈将军，我进去忙了，绣坊那边还有好几个客人在等，去吧。他也放下了，比我放的还干净。苏姑娘是个通透的人。时辰已到，醒醒！公主，你看，这是新来的学徒绣的，才学了3个月，手艺已经像模像样了。你教得好，婉清，你现在可是京城第1绣娘了。第1不敢当，但至少我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了。公主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，我想去江南开分号。江南的丝线好，绣娘也多，我要让朝阳绣品卖遍天下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其实我今天来是向你辞行的。辞行？你要去哪里？父皇已经同意我出京，去其他地方建书谱。我想先从北边开始，那边读书人少，女子更少有机会识字。那咱们约好了，你在北边开书谱，我在江南开绣谱，看谁做得更好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公主，苏姑娘。陈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臣听说公主向陛下请旨出京，公主，您真的要走？父皇已经准了。臣明白了，那臣送送您。我去收拾一下绣坊的账册，你们聊。公主，您要去多久？不知道，可能1年，也可能3年。等事情做完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那臣能不能……陈将军，你不必说什么，我知道。知道什么？知道你为什么每次回京都要绕到书坊门口看一眼，知道你为什么总给绣坊介绍生意，知道你为什么在朝堂上替我说话。
陈怀远，我不是不懂，我只是现在还不能答应你。臣明白，公主有公主的大事要做，臣不着急，臣等得起。那你打算等多久？等到您觉得可以停下来的时候，等到您不再需要一个人扛着所有事的时候，等到您愿意让臣站在您身边的时候。好，那你就等着。公主，您到了那边，记得给我来信。知道了，你也是。江南的分号开起来了，给我留一间屋子，我去住。一定，一定。一路顺风。陈将军，你方才怎么不上前说话？我已经向圣上请旨回北地。原来你早就打算好了，准备给公主一个惊喜。该说的已经说过了，剩下的等到了北边再说。小时候，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皇家的御花园，我以为这辈子就要在那四方天地里过完一生。他们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他们说女子嫁人是唯一的出路，他们说你贵为公主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可我不信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女子也可以读书，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，也可以不看任何人的脸色活着。这一路会很难，可我是公主，是最骄傲的凤凰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要做我想做的事，走我想走的路。走吧，路还长着呢。